这是八神第一次在拳皇中正式登场。草剃精的哥哥草剃苍司重伤晕厥，昏迷数日后才悠悠转醒，对叔叔草剃柴州说出了当日经过。那日，苍司与一名叫做八神庵的男人相遇，那人一头红发遮住了面颊，显得异常神秘。草剃八神家族世代对立，仇深似海，苍司立时便要与八神一决高下。八神轻蔑冷笑：“回去吧，我不接受你的挑战，无谓的暴力没有意义，而且你太弱了，不是我的对手。”苍司的实力比之堂弟草剃精只强不弱，如何能忍受这种侮辱？乱拳狂攻不止。八神的身影飘忽不定，乱拳中自由穿梭，一瞬间竟神不知鬼不觉闪到了苍司的身后。这般恐怖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。苍司惊怒交集，运气暴力，右手火焰燃起，一招180暗符急扫而去。八神也不躲避，也是一招暗符击出，紫色火焰贴着地面滑行，次次有声，极是诡异。两招碰撞，顿时尘埃四起，爆响刺耳，似乎是旗鼓相当。八神的面色更是阴冷，看来今日不用些手段，难以打发此人。他双目寒光乍现，看准苍司的拳势，如钢筋一般的铁手死死牵住了对手右臂，右掌中自其他胜，一招苍炎升龙拳正中苍司的下巴，只打得苍司大口喷血，摇摇欲坠。紫焰的火势明显压制了赤火，八神每一招都是恰到好处，尽力随心而发，从容不迫。苍司知道自己这一生不论如何努力，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，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八神家竟出了这种天才。苍司捂住胸口，横卧在地，眼睁睁地看着八神缓步走来，看来今日必死无疑了。绝望之际，一名少女的呼唤让八神愣了一愣，肃杀的气氛顿时缓解。八神眼神邪逆，郑重发出警告：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。我现在没有与草剃家较量之心，放心回去吧。看着八神远去的身影，苍司陷入了迷茫。草剃八神家族数百年的陷害深仇，宿命死敌，他为何会放自己一马？听完侄儿的讲述，草剃柴州陷入了沉思，看来家族的重担，草剃精要一力承担了。再说草剃精二阶堂红丸意外结仇，要在全日本格斗大赛上一分高下。红丸分到了 B 组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草剃精则是与大门五郎同属 A 组。决赛第3日，终于正面碰头了。大门名气虽大，草剃精却并未放在心上，怎料刚一开战，还未来得及施展招数，便被大门闪上身前，一把抓住了衣领，提到了半空之中，一招蓝之山重重砸在擂台上。大门天生神力，这一招虽是手下留情，未出全力，草剃精还是被砸得口喷血花，久久站立不起，颈骨险些折断。此人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，想不到动起武来竟是如此狠辣。大门嘿嘿一笑：精，擂台上就是弱肉强食，若是承受不住，随时可以弃权。这次我先进攻，小心了。大门浑身青筋跳动，肌肉隆起，强大的力量猛然爆发，全场震撼。草剃精大笑不止，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克制体内的能量，今日棋逢对手，终于可以施展全力了，心情无比舒畅。大门的柔道招数需近身才能施展威力，加之体型巨大，上重下轻，草剃精当即定下战术，着重攻击下路。180暗符迅捷甩出，火焰贴着地面击袭而去。大门纵身飞跃，惊险避开，草剃精手臂猛甩，在空中画出一道火龙，极是好看。180鬼烧稳稳命中大门要害。怎料大门身体实在是强壮，浑身钢筋铁骨，竟似毫发无伤，又是一招柔道功夫将草剃精摔翻在地。一直在场下观战的红丸忍不住大声提醒：小心，他要出重招了。只见场上大门提气运力，双拳猛击擂台，正是他的绝技地雷阵。草剃精整个人都被巨力轰得从地上弹起，人在半空无处借力，任由大门肆虐。刚才的那招地雷阵只是前奏，这招背斧头才是真正的杀招。草剃精整个人被甩飞出去，眼见即将飞出擂台落败，半空中身形舒展，急速旋转，竟改变了飞行方向，落在了擂台之上。草剃精暗自心惊，此人身体太过强横，全身好似长满了倒钩，只要近身必被擒住，自己如何能经得住这种连续砸击？大门也是颇为意外，自从闭门修炼后，自以为早已天下无敌，想不到竭尽全力仍是拿不下这名少年。大门五郎乃是奥运会柔道冠军，擂台之上战无不胜，此后更是隐居深山修行，力量大增，极少有人能挡下他的3招2式。草剃精却是越战越猛，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强大的爆炸力。大门双手快得惊人，仍是挡不住他的冲击。草剃神拳中的770式独乐图，114次荒摇
120是9伤，125是7赖，连续震撼击出，大门纵使钢铁之躯也难以承受，痛苦不堪。大门连连狂吼，多年潜修怎可能败在这小子手中？天着挨了草地精几下重手，抢进身前将其高高举起，奋力夹杂，只震得地动山摇，乃是他的柔道必杀术地狱极乐头，凡是中招之人不死也必定重伤。草剃精并非凡人，大门哪敢大意，长臂探出，再次锁住了胸口，要再来一次地狱极乐头，彻底了结对手。